这短暂的寂静之后，爆发出的是惊天动地的惊呼喧哗之声。天啊，这15次！我感受到了上面的天人气息。成功了，他居然真的成功了！这可是炼灵15次的法宝啊！无数人眼热。这种炼灵15次的法宝，任何一件都能在拍卖会上拍出无法想象的天价。这白大师他竟亲手炼出！四周的声音化作音浪，亦不断的掀开，轰鸣小半个葵黄城，更是将粉衣青年的声音也都完全压了下去。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真的！粉衣青年目光涣散，整个人哆嗦中连连后退，仿佛绝望一般。先是失魂落魄的喃喃，而后整个人如发狂般发出咆哮嘶吼。你看，我刚才都好心好意的劝你了，对吧？让你别继续了，你却硬是不听。罢了罢了，我这人就是心软啊！打个折零头，抹了你，给我8000万魂药好了。哎，不对，还有你说的满意了，要给10倍的8亿魂药。白小纯眨了眨眼，被这个数字震了一下后，眼巴巴的期盼着看向粉衣青年。你可千万别再继续了呀！听话，别闹。这一幕也让一旁的白浩魂心底越发古怪。他此刻对于师尊是真的算错了账，还是故意挖坑，实在拿不准了。只觉得师尊高深莫测，等闲猜测不透。白浩，你坑我！你一定没算错账，你是故意的要坑我！粉衣青年喷出一大口鲜血，心底哀嚎后悔。他之前本打算退缩，是决定白小纯算错账，这次继续要求炼灵。可眼下的结果让他决定自己一定被对方耍了，心底怒意滔天，身体却蓦然倒退，居然要逃出这店铺。他已不敢去继续赌了，这代价之大，别说是他，就算是他的家族也都承受不起。此刻他一想到那8亿魂药，心神都颤抖，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离开。我坑你？什么意思？你别跑，把魂药结清！你敢赖账？白小纯一愣，琢磨对方什么意思，自己算错账了吗？他是真的没意识到自己算错了，正纳闷时，眼看对方要跑，白小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怒了。他觉得自己之前好心劝说这家伙不领情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诬赖自己算错账，太欺负人了！我最恨耍赖的！白小纯大喝一声，身体刹那一步走出。那粉衣青年身边的2个老者经这一幕后，早就担惊受怕的严阵以待了，此刻上前阻挡，可相互在碰触的瞬间，这2老就喷出鲜血，身体倒退而去。白小纯速度飞快，没有丝毫停顿，直接就出现在了粉衣青年的面前，右手抬起，直接一巴掌抡了过去。轰的一声，那粉衣青年鲜血涌出，身体直接被一股大力轰击，倒飞而去。他满脸鲜血，整个人已经歇斯底里。你敢在葵黄城动手，我就动手了！你欠我魂药不给，在哪里我都占道理！白小纯怒道，上前更是狠狠地踹了一脚。这一脚踢出，直接又将那粉衣青年身体踢飞。轰的一声，他整个人就直接被镶嵌在了墙壁上。那粉衣青年口喷鲜血，全身骨头都好似散架了，怒急攻心，再加上修为紊乱，居然生生的晕死过去。哼，居然敢赖账！你奶奶的！你家白爷爷的账是你能赖的吗？白小纯生气了，他觉得这粉衣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和自己打赌输了，竟要逃走，这分明是看不起自己。白小纯这辈子非常讨厌看不起自己的。白浩，你大胆！陈雄是我陈家麒麟子，我陈家老祖是当代天公。那2个粉衣青年的护道老者，眼看粉衣青年被镶在了墙壁上，顿时怒极，立刻低吼：天公！白小纯内心一惊，知道蛮荒能成为天公者，只有天人巅峰才可，如吴长公那样的天人也才是地公而已。可眼下都到了这种程度，白小纯想着自己占据道理，毕竟来找麻烦的是对方，提出打赌的也是对方，而事后反悔要逃走的还是对方，自己没有做错丝毫，自然不能怂了。于是心里虽有些七上八下，可这四周人都看着呢，他咬牙之下一瞪眼：天公算个鸟！老子在巨鬼城时半神都绑过。随即白小纯袖子一甩，顿时粉衣青年的那2个护道者也都身体如被狂扫，被一股无形之力卷着轰在了墙壁上，也都晕过去了。这一切都被铺子内外的众人看得真真切切，一个个都倒吸口气。被白小纯这里的彪悍震动，此事更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整个葵黄城。魂儿，关门！
白小纯背着手，傲然开口时，白浩魂心惊肉跳的飘出，赶紧将铺子内的客人送出后，把铺子大门关上。铺子外的所有看热闹的魂修，一个个都觉得今天所看这一切实在是惊心动魄。此刻嗡鸣不断，长久没散，显然是知道那陈家天宫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想要在这里等着，继续看此事后续的发展。这个炼灵铺子，怕是从此之后名气传遍魁皇城。炼灵15次，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当得上这铺子的名字与对联了。没想到啊，在这89区居然藏着高人，此人名叫白浩，这名字我怎么觉得似乎有些耳熟？众人议论之声回荡时，也都听到了之前粉衣青年喊出的白浩二字。此刻思索后，很快的就有一个魂修猛地抬头，失声惊呼：“白浩，我想起来了，他是巨鬼城的白浩，那个灭杀了亲爹，帮助巨鬼王叛乱，而后更是在炼魂湖内绑了所有权贵天骄的白浩。天啊，我也想起来了，是他！传闻此人心狠手辣，六亲不认，更是欺下媚上，让人不齿。这算什么？我还听说此人专门喜欢夺人妻子，无耻至极啊！他居然来我魁皇城了，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炼灵大师。”随着声音的起伏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想起了白小纯的身份，议论之声、惊呼之音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这铺子内，白小纯背着手，看着挂在墙壁上的粉衣青年以及那2个护道老者，看着墙壁四周的裂缝，又想到之前对方的嚣张以及赖账的行为，他就越来越生气。欺人太甚！我都躲在这里了，不去招惹别人，更是忍气吞声。可这家伙居然还来欺负我！白小纯展开面具隐藏之力，跟白浩魂念叨着：“浩，这可与为师没多大关系。你也看到了，他们实在太过分了。”白小纯怒道。一旁的白浩苦笑摇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眼下或是已闯，且的确与白小纯关系不大，实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师尊，眼下要想个办法了。此人的家族必定很快就会找来。白浩沉吟开口。白小纯也有些心虚，他之前看似嚣张，可暗中也紧张，毕竟对方家族有天人，且这里不是巨鬼城。于是他取出传音玉简，向巨鬼王传音一番。不多时，巨鬼王那满是霸道的声音顺着玉简传了回来：“怕什么？不就是个天宫吗？白浩，你是我巨鬼城的大总管，更是老夫的女婿。此人既然敢来招惹，打了就打了。陈好松若是敢以大欺小，老夫也能。”白小纯很久没有感动了，此刻听着巨鬼王的传音，他感觉如同天籁一般，激动无比，觉得王爷还是心里有自己的，于是深吸口气，压力顿消。抬头再看向粉衣青年3人时，越看越不顺眼了。哼，赖我账，我就先收一些利息回来，反正有巨鬼王给我撑腰。白小纯想到这里，舔了舔嘴唇，琢磨着自己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可又想到那8000万魂药，他就又生气了，于是取出了永夜伞，直接在那粉衣青年身上戳了一下。我就吸一点点。白小纯喃喃低语，这一戳，那粉衣青年猛地睁开双眼，脸上鼓起青筋，控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惨叫让外面的众人都听到后一愣，白小纯也吓了一跳，赶紧把伞收回。就这么一会，他已经吸收了粉衣青年近乎1成的生机，融入体内后，使得他不死长生功的淬骨境提高了一点。白浩，你干了什么？你不得好死！粉衣青年的身体明显消瘦了一圈，向着白小纯怒吼，更是挣扎，想要从这墙上离开。闭嘴！我就吸了一下，多大的事啊！你还欠我8000多万魂药呢，你居然还骂我！白小纯立刻瞪眼，琢磨着，既然已经吸了，看此人声音洪亮的样子，应该没多大事，那么就再吸点好了。想到这里，他拿着永夜伞又戳了一下，惨叫再次凄厉回荡，咒骂之声此起彼伏时，白小纯戳了第3下、第4下、第5下，白浩已经看傻眼了，此刻赶紧劝阻：“师尊，再戳下去他就死了，放心，为师有经验。”白小纯越戳越觉得刺激，不知不觉中，这粉衣青年的身体就皮包骨一般，整个人的喊声都虚弱无比，到了最后几乎奄奄一息，看向白小纯时，目中露出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他心底都快悔死了。他终于明白那些同伴们为何一个个骂得厉害，可却没一个敢真的来找白小纯麻烦。戳完粉衣青年，
白小纯又看向那两个护道老者，考虑了一下后，他回头看向白浩：“徒儿，你说这两个家伙，我要不要也戳一下？”白浩苦笑，他亲眼看到粉衣青年被自己的师尊弄得跟个骷髅架似的，那凄惨的样子让他都觉得可怜了。不过既然师尊问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判断。那个既然他都戳了，已经彻底得罪了陈天公，如此的话，我觉得这二人戳不戳已经没有区别了。你也很有经验嘛，哈哈，为师也是这么想的。白小纯哈哈一笑，拿起永夜伞再次戳了过去。很快的，这两个护道老者就一个个的消瘦下来。不过白小纯有分寸，这二人他只吸了一部分生机，毕竟他们不是主谋。可就在白小纯这里吸生机吸得很愉悦时，他的铺子大门轰的一声被一股大力直接踢开。随着大门被踢开，一股天人气势直接从外面爆发而来。白浩！在这气势扑面的瞬间，红尘女那咬牙切齿的声音带着怒意冲天起。这声音来得太突然，白小纯吓了一跳，手中的永夜伞瞬间收起，抬头时已看到那红尘女绝美的身影从大门外刹那踏入。只是这身影虽美，可眼下白小纯却没心情欣赏了。若说在这蛮荒里，他最害怕遇到的当属这红尘女了。实在是二人当初的过节太大，白小纯心知肚明。若是让对方知道了自己就是白小纯后，怕是上天入地，这红尘女都会发飙追杀。子墨，你来了！白小纯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着，表面却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赶紧开口亲热的叫道：“白浩，你干的好事！”红尘女怒道：“这子墨二字，他听得全身肉麻。若非万不得已，他才不想来这里。实在先是巨鬼王给他传音，而后那陈家的天宫也传音过来。毕竟如今很多人都知道，白小纯这里不但是巨鬼城大总管，巨鬼王更是钦定了婚事。如此一来，白小纯这里惹了麻烦，那陈家天宫自然直接就找到了红尘女去要人。毕竟那位陈家天宫也知道事情的起因与结果，8亿魂药，就算是他也拿不出来的。这就让红尘女心底恼怒，可却没办法，哪怕不愿看到白小纯，只能来临要人。如今又看到墙壁上的粉衣青年三人那皮包骨的样子，红尘女就更怒了。看向白小纯时，她目中的厌恶已到了极点。就知道惹事，真不知道我父亲看上了你哪一点，以后给我记住，你再惹事就如此雕像。红尘女不耐烦的开口，说完，她从储物袋内直接就取出一个雕像，拿在手中后一把捏碎，咔嚓一声，那雕像直接4分5裂。原本白小纯听到红尘女的愤怒训斥，还有些抵触，可一看到这雕像，他的脾气瞬间就没了。这雕像不是别的，正是他原本模样，属于白小纯的雕像。天啊，这红尘老女的多恨我啊！居然随身都带着我的雕像。白小纯哆嗦了，倒吸口气。他不害怕这红尘女的威胁，可却害怕对方这个态度。不过说来也怪，他越是害怕，越是控制不住的心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感。那种感觉是站在红尘女的面前，其父亲还有意撮合二人，可偏偏这红尘女却不知道自己就是白小纯，实在是太刺激了。那个若是有一天真的有机会洞房，我一把扯开面具，不知道能不能吓死这红尘女。白小纯的脑子有些乱了，她觉得自己似乎想歪了，可还是控制不住的去想，越想就越觉得太刺激了。看到白小纯的目光后，红尘女的厌恶都快无法压制。若非是巨鬼王，他此刻真的会把要灭了眼前这白浩的冲动去付诸行动。这白浩下流无耻，这眼神一看就是没在想什么好事。红尘女内心烦闷，此刻强行忍下后，她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就将粉衣青年以及那2个护道老者收走。白浩，我警告你，我对你的容忍已经到了底线，若你再给我惹麻烦，休怪我真的来灭了你。红尘女一字一字开口，那绝美的俏脸此刻铁青一片。这是不怨我啊，是他来找事，又主动打赌，最后还输了我8亿多魂药。白小纯被自己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弄得有些恍惚，可还是委屈的说道：“闭嘴！”红尘女瞪了白小纯一眼，转身就要走。看这样子，根本就不可能帮着白小纯把那些打赌的魂药索要回来。从红尘女踏入铺子后，这一幕幕都被铺子外的众人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在知道了白小纯巨鬼城大总管的身份后，
很多人也都打探之下，听说了关于白小纯与巨鬼军团大统领红尘女之间被巨鬼王钦定的亲事。如此一来，众人的兴趣就更大了。只是从头看到尾，他们看到的都是红尘女的霸道，至于白小纯那里的表现，让他们都有些撇嘴。也不怪这白浩，毕竟他这道侣可是一个天人啊。那红尘仙子一向霸道，说心里话，我挺同情这白浩的。这些声音议论纷纷，在四周传开时，白小纯这儿有点尴尬了。他倒也没心痛那些魂药，这些外物他并非很在意。况且他储物袋里还有粉衣青年的那枚炼灵15次的蛟龙玉佩，可以说他是不吃亏的。只是此刻眼看红尘女如此霸道的到来，又这么嚣张的将要离去，白小纯不由得想到了巨鬼王和自己说的那句话，连个女子都搞不定，这句话又回荡在白小纯脑海里，让白小纯觉得自己有些丢脸。若此的没其他人也就罢了，可眼下不但白浩在身边，且铺子大门外的众人也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的低声议论让白小纯觉得脸面挂不住了。想着自己可是创造了银字诀的情圣一般的存在，眼下绝不能这么丢人。站住！白小纯脑袋一冲动，向着背对着自己，身姿妙曼，可却带着煞气，正要离去的红尘女大吼一声：“你敢如此和我说话！”红尘女脚步一顿，转头时，凤目内已有寒芒，更有天人威压轰然散开。她早就看白小纯很不顺眼，此刻借助这个机会，若白小纯出言不逊，他虽不好杀人，可教训一番却是难免。眼看红尘女目中的寒芒，白小纯肝胆一颤，心里顿时叫苦，知道自己冲动了。可如今外面的人都被自己这一声大吼吸引，白小纯念头飞速转动，硬着头皮深吸口气后，他慢慢的背着双手，转过身，用自己认为最威武的侧脸对着红尘女，同时脸上摆出一副孤傲没落的样子，顿时就有股独特的气势在他的身上散出，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似乎也与平日里大不一样，隐隐有种铁血之意。王爷将其爱女许配给我，可白某何德何能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所以你之前不承认此事，我没有任何怨尤。而这一次我来魁皇城，并非只是与你的亲事，还有一个重点，是王爷让白某来辅佐你。可我知道你对我厌烦，我也不愿惹人厌恶，但王爷对我恩重如山，他的要求我自然要去努力完成。那些魂药是我打赌赢来的，原本的想法是把这些魂药送给你，8亿魂药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这笔财富你若不要，也可让那陈家天宫因此欠下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无论如何，这是我遵从王爷的吩咐对你的辅助之一，所以要不要你自己去选择。可说不说话，怎么说话，却是我的自由，无需你来教。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闭嘴2字。不送。白小纯为了让自己演起来更逼真，不惜默默运转不灭地拳，蓄势不发之下，他的身上竟也散出了一股似乎顶天立地的霸道之意。这气势让铺子外众人纷纷心惊，红尘女也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白小纯会说出这些话语，不管是真是假，可8亿魂药的送出对她而言的确是作用很大，若要了是笔巨富，若不要则同样是巨大的人情，而一个天宫的人情，就算是他也很重视。此刻沉默少顷，红尘女目中有些许复杂，看了白小纯一眼，没有开口，转身离去，直至他走出铺子，白小纯的声音回荡而出：“魂儿，关门！”白浩魂身体一颤，今天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也心惊不已。尤其是最后红尘女的出现，自己师尊那突然爆出的霸意，让他实在是对自己这个师尊有些看不清晰了。此刻闻言立刻飘出，将这大门重新关上后，白小纯已背着手走入后屋。在进入后屋的刹那，白小纯整个人就松垮下来，额头冒汗，深吸口气后，仔细回忆自己之前的做派，半晌之后，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哼哼，红尘老女，我堂堂秦圣白小纯，还降服不了你。这一系列事件及变化，随着红尘女的离去，慢慢落幕。店铺外的众人也都一个个带着不同的思绪，全都离去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脑海里深深地烙印了白小纯的身影。无论是那惊人的炼灵成功率，又或者是那恐怖的8亿魂药的赌注，还有红尘女来临后，白小纯的萧瑟中却不缺霸气的身影，这一切
都让所有人震动不已。他们知道，从这一天起，白皓这个名字将在葵黄城中传遍，引人关注。很快的，有关陈天宫家族内的那位麒麟子陈雄，在这铺子内遭受的一件件事情，以及这场豪赌跟最后的结局，就传遍整个巨鬼城，被无数人知晓的同时，也让小狼神等人在听说后都不约而同的倒吸口气。这白皓太狠了，8亿魂药，这也太夸张了。我听说还不止魂药，那陈雄的生机几乎都被吸走了。皮包骨一样小狼神、李天胜、妙莲儿等人，一个个都面色变化。他们虽在之前的时候并非很看好陈雄能将白皓赶走，可也心怀期待，毕竟这里是葵黄城，不是炼魂湖。可这件事情的发展却是让他们闻之生畏，不寒而栗。此刻一想起那陈雄的凄惨，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炼魂湖内白小纯的凶残，至今想来仍是心有余悸。那狰狞的面孔，带着凶芒的目光，还有那对他们来说如噩梦般的生机吸取，这一切让小狼神等人立时就与陈雄划清界限。同时，尽管内心苦涩，更有憋屈，可还是打消要找白小纯麻烦的念头。该死，炼魂湖输给他也就罢了，在这葵黄城，我们竟还是如此。都怪那陈雄没有本事，偏偏接下此事。这白皓凶残无比，对付他必须从长计议，绝不能鲁莽行事啊！这些当初在炼魂湖内被白小纯绑了的权贵天骄们咬牙切齿，沮丧懊恼时，这件事情也在传遍了葵黄城后，成为了无数人谈论的焦点。渐渐的，白小纯在白家在巨鬼城所做的事情，也都被快速的挖了出来，慢慢越传越广，到了最后几乎无人不知。而红尘女那边也趁着这个机会，虽没有去要那8亿魂药，可也让陈家的那位天公为此付出了人情。实在是白小纯这里并非寻常魂修，他的来头与背景，使得那些权贵很多手段无法动用，只能在规则允许之内去算计。如此一来，也的确如小狼神等人的判断一样，需从长计议才可。经过了这件大事之后，白小纯的那天下第一炼灵铺名气算是彻彻底底的在葵黄城打响了。在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大量的魂修从葵黄城各个区域内赶来，有的是为了炼灵，有的是为了魂药，可更多的却是要来亲眼看一看这名气大的轰动八方的白皓到底有没有3头6臂。于是在之后的这些天，89区热闹了，连带着白小纯四周的其他铺子也都生意比以往好了很多。至于白小纯的铺子更是这样，白小纯眼看如此也很激动，可白皓魂却很紧张与警惕。师尊，这么下去我们太招摇了，这不符合我们的计划。白皓魂有些发愁，向着白小纯叹道：哎，为师也不想啊，可你要习惯，因为你的师尊他是一个去了任何地方都可以在那里崛起，且惊天动地的人物，实在是他太优秀了，我也很无奈啊。白小纯干咳一声，摆出一副发愁的样子，感慨起来。白皓魂神色见怪不怪，看了自己这师尊一眼，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半晌之后只能苦笑摇头，知道这件事还是别和师尊商量了。他默默思索化解潜在危机的办法，片刻后，白皓魂若有所思，暗中布置一番。很快的，在这众多传闻中，关于白小纯的背景这里被人故意引导，大肆谈论。这里面重点提起了巨鬼王对白皓的看重以及欣赏，还有就是白小纯的自身修为以及战力。如此一来，就使得白小纯给人的感觉更为全面。眼看自己这里成为了众人目光凝聚所在，白小纯振奋中也时常走出铺子，背着手享受行人的注目礼，耀武扬威了几天后，渐渐觉得没意思，于是回到后屋继续琢磨17色火的配方。至于来找事的，也从陈雄事件后彻底消失了。如今再没有任何人敢在白小纯这铺子内惹事。都知道那白皓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一旦爆发，就连天宫家族都敢出手，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外界传言越来越多，可白小纯的生活却慢慢平静下来。他沉浸在研究17色火的配方中，时而尝试炼制一下，一旦不妙就立刻停手。毕竟这里是闹区，白小纯很担心自己若一个不注意，出现了天火，又或者那黑烟，怕是自己这里好好的生活瞬间就会逆转。在他这警惕下，炼火失败后倒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故，甚至在他对于17色的研究中，他发现自己对于16色火
似乎掌控更多了一些。尤其是白浩魂在白小纯炼火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想法，更是用他的推演之法去帮白小纯将那16色火的配方改良一番。白小纯每都有解惑的同时，虽对17色火还在摸索，可对16色火的炼制成功率提升了不少，已经可以做到3次里成功1次的惊人程度。这种成功率若说出去，必定让人难以置信，任何配方都很难做到让人有如此成功率。这里面白浩的功劳极大。师尊，我的这套推演之法是从15色火开始，所以想要去改良17色火，必须先将16色火改良才可。这段日子，白浩魂也很疲惫。为了帮助白小纯炼火，他已经用了全部思绪，同时还要在休息的时候去琢磨17色火的改良，以及创造出18色火的配方。尤其是他的想法，无论是用更多的17色火去演变18色火，还是那种独创的10火在火海状态时增加颜色，始终不去凝火，而是等其到了18色后再握住凝火，也让他耗费心神，与白小纯也商议多次。这些事情若是白小纯自己来做，怕是他很难做到，就算可以完成，估计花费的时间之多也无法想象。就在白小纯这里沉浸在炼火中，外界对于他这里的议论也都如风暴一般传开的同时，小狼神等人虽选择了从长计议，可还是有2个人，他们的目光带着阴冷，遥遥看向89区白小纯店铺所在的方向。小狼神等人一个个都是废物，区区一个白浩，他们顾忌太多，缩手缩脚。葵黄城第3区域内，一处高高耸立的阁楼上，九幽城世子周红面色阴沉地站在那里，遥望远方。他原本是居住在九幽城，知晓了白小纯来到葵黄城后，咽不下炼魂壶内的那一口恶气，这才赶来。可一到来，就听说了陈雄的凄惨。周兄所言甚是，这白浩只不过仗着巨鬼王而已，就算他本身战力不俗，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且又不是巨鬼王子嗣，那周子墨也对他很是厌恶。这种人想要对付，并非困难。周红的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子，这中年男子相貌俊朗，衣着奢华，看其相貌似与许山有些相似之处。此刻闻言，笑着开口：“许兄，我听说许山对于这白浩似有不一样的想法，甚有好感。”周红转头看向身边那中年男子：“我那妹妹不懂事，回到家中居然与我父王说了不少关于这白浩的好话，使得父王火气也都消散了不少。他不懂事，可我作为他的兄长，我零陵城这一次的亏岂能白吃？所以这一次周兄邀请，我便放下一切事情来此相见。”这中年男子淡淡说道，正是零陵城的世子许鹏。不知周兄有何办法对付这白浩？许鹏目光微闪，缓缓开口。实际上他与白小纯没什么仇怨，可蛮荒的王位并非传男不传女，而零陵王的子嗣之多，蛮荒皆知，所以在零陵城中，他的众多弟弟妹妹里，对他最有威胁的就是许山了。他更是打探到许山对白小纯的心思，所以才应周红之邀到来。不过他也没有直面白小纯，与其产生直接矛盾的念头，而是打算顺水推舟，借势而为。当然，若是周红的计划冒险，他也会毫不迟疑的拒绝。周红看了许鹏一眼，对于这许鹏的心思，他很了解，可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而他不但邀请了许鹏到来，还向小圣王公孙毅也发起了邀请。只是那公孙毅竟不但没有到来，甚至还冷言讥讽，所言似不屑用这些阴谋诡计去算计，而是打算凭着自身战力，日后亲自找回颜面。这就让周红很是不悦。可对于小圣王，他的顾忌更多，只能忍下，不去理会后与许鹏在这里见面。许兄放心，这白浩已成气后，想要对他出手直接斩杀几乎不可能。而周某要的也不是这般效果，我只是看此人不舒服，不想他留在葵黄城，打算让他滚回巨鬼城而已。周红淡淡开口，这也的确是他的想法，毕竟龟缩在巨鬼城与在葵黄城风生水起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等于是某种程度的遏制，而后者则是在更高的擂台上再飞冲天的良机。周红很担心，若是白小纯在这葵黄城内真正站稳，甚至有了凝聚在其身边的势力，那么想要再收拾就更难了。哦，愿闻其详。许鹏笑了笑，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具体的办法，周某还没有想好，不过也不能让他如此自在。那铺子不是红火吗？
周某打算从九幽城内请来我九幽城一位炼魂大师，在白浩的铺子旁另开一间。战力斗法，这白浩的确厉害，可这生意上的事情，我不信他还能一样犀利，断了他的财路，让他主动出错。他错的越多，我们就越主动。周红平静开口，他心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但却没有说出，心中也有愤懑。实在是若能打得过白小纯，他早就出手了。可既然打不过，又想报仇，就只能动用心机手段。许鹏若有所思，沉吟片刻后，似笑非笑地看了看周红，琢磨着眼前这周红必定还有其他计划，而自己这里也不需要去知晓具体，只不过顺水推舟而已。开个店铺，谁也说不出自己的错处，自己的目的又可达成，于是点了点头。也好，徐某就从零陵城也请来一位炼魂大师，与周兄一起，在那89区另开一家。二人相视一笑，彼此再没有多言，开始安排下去。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对于17色火的配方还在研究之中，白浩魂对于17色火的改良之法已经完成，只是熟悉的过程，还需一些时间以及实践，才可从中找出问题去解决。炼灵铺的生意越发的红火起来，来往之人络绎不绝。与此同时，白小纯的铺子左右隔壁那两家，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奢华程度上，都非白小纯的炼灵铺可比的两家店铺，也在这半个月里易主。重新整理了一番后，这两家铺子再次开张后，其规模看起来更大，奢华的程度一样如此。至于其内的生意，也是出售魂药以及为人炼灵。最惊人的是，这两个铺子外的牌匾上竟写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司马涛，另一个则是孙一凡。这两个名字的出现，顿时就使得89区不少人内心震动。再加上此刻白小纯这里被人关注，所以很快的，葵黄城内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开在白小纯铺子隔壁的两家店铺。司马涛那是零陵城内司马家的大长老啊，更是选品炼魂师，尤其擅长炼灵之法，被誉为零陵城炼灵第一人。此人名气极大，传说此人是最有希望突破选品，踏入地品的炼魂师之一。那孙一凡也非寻常之辈，此人没有家族，曾经是一位散修，据说是被九幽王看中后，从此平步青云，展现出其惊人的炼魂资质，成就选品炼魂师。我也听说了，这孙一凡为了报答九幽王，甘愿成为周家的家臣，他的炼魂造诣，怕是与那司马涛不相上下。这两个名字形成的轰动，虽不如白小纯与陈雄的那场豪赌，可依旧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毕竟这里是89区，并非葵黄城中心，而是偏远区域。可在这里居然集中的出现了这两位大师，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立刻就让很多有心人心里有数。这是冲着白浩去的，一个九幽城，一个零陵城，好手段，这是如打擂一般，让人无可指摘，明摆着就是阳谋。随着此事的传开，白小纯这里又火了一把，可这一次他成为了陪衬。那两位炼魂大师的名气本就不小，更是德高望重，他们一旦坐镇新店，立刻就引起太多人到来。虽说白小纯这里也能炼出炼灵15次的法宝，可不论修为的话，仅仅是他在炼魂上的名气，与这二位比较就是晚辈一般。这就使得白小纯那里的生意严重的分流，毕竟这两位大师的店铺里，魂药也是上品，且每一枚魂药上都有名家印记，品质可以保障的同时，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同时在炼灵上也是如此，他们二人每一个都炼灵出数件15次的法宝，尤其是那位孙一凡，他的巅峰之作是为九幽王炼制了一把16次的法器。而这两家铺子又将白小纯那里夹在中间，效果很快就出现。3天的时间，白小纯那里的生意严重下滑。这一切被白小纯看在眼里，他立刻就不开心了。走出自己的铺子后，左右一看，怒气更大。实在是那两个店铺比他这里大了太多，怎么看似乎都是更加有保障的样子，而他自己这里的铺子这么一对比，明显太过朴实无华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武的不成就来文斗？白小纯眼看那两个铺子内来往之人众多，熙熙攘攘，而自己这里虽也有人到来，可对比之后实在寒碜。九幽王城，这是那周红出手了，而那零陵城不对啊，我可没吸许山的生机，怎么也来对付我？白小纯站在那看了一会儿，他的走出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两家铺子内的司马涛与孙一凡。
二人也都同时留意到，但却没有现身，而是带着同行是冤家的些许不屑，毫不理会。在他们看来，白小纯战力虽不俗，更是元婴修为，可在这炼灵与炼魂上，即便有其资质，可他们二人却是沉浸在炼魂大半生，那扎实的经验积累及炼魂方面的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能比的。白小纯看了半晌，最终带着怒意回到了铺子里。他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炼灵铺看得很重，可随着研究多色火的配方，他知道自己日后想要修行，对于魂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直至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量。而巨鬼城又回不去，也没机会去抄家，红尘女那里更是半点指望不上。想要获得魂，除非他去打劫，可这种事情白小纯觉得太危险了，不稳妥，这就让他发愁。一旦缺少魂，他就没法炼火，就使得修为难以高速提升，而这又是他离开蛮荒的唯一方法。再加上红尘女那里给他的压力，使得白小纯心底也有着急。且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家族，且巨鬼王也不可能在魂上给予无限的支持，所以想要炼火提高修为，就只能依靠自己去赚取冤魂。原本有这铺子在，白小纯看到了希望，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维持下来，支撑到修为足够离开蛮荒之时。可现在这么一看，那两家铺子的出现，就等于是在白小纯这计划上直接戳了2刀。且他很担心，一旦这么下去，其他权贵天骄或许也会参与进来。到了那个时候，他在这葵黄城内可就真的没生意可做了，整个计划就彻底破灭了。不行，得想个办法。回到铺子后，白小纯紧锁眉头，脑海转动各种念头，心底也在感慨自己还是太弱小了，每次遇到麻烦都要去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一旁的白浩魂望着白小纯，又看了看外面的行人，大都是去了隔壁2家铺子。沉吟一番，忽然开口：“师尊，我有2策，可化解此事啊。”2策？白小纯正发愁，听到白浩魂这么开口后，愣了一下。实际上与白浩接触的这段时间，他也看出来了，自己这徒儿在炼火上有得天独厚，甚至足以震动整个蛮荒的绝世资质。若没有白浩，白小纯想要炼火，难度之大降无法形容。除了炼火资质外，这白浩的心智更是不俗。可以说，这铺子的经营，白小纯虽至关重要，可很多细节都是白浩魂去处理。任何事情交给他后，最终都让白小纯很是满意。不过在白小纯看来，自己这徒儿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事情都习惯性的在某种规矩之内去进行，不如自己思维开阔，有如天马行空，挥洒自如。嗨嗨，师尊，这2策有些粗糙，若不急的话，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将这计划完善，还可想出新的办法。白浩魂目中露出沉吟，轻声说道：“没事没事，你快说吧。”白小纯一摆手，带着期待看向自己这徒儿。师尊，这九幽城的孙一凡以及零陵城的司马涛2人都是选品炼魂师，一个是九幽王家臣，一个是炼魂世家出身。2人看似相处和睦，可实际上同样是炼魂大师，心高气傲，彼此暗中必定都不会服谁。白浩魂缓缓开口，目中也带着思索。实际上这番话语，他并非空口去说，暗中也有过观察与调查。所以不管幕后之人是谁，只要不是达到了王爷那样的层次，那么就断然无法完全压制，让他们完全听命。如此一来，将这2人的名声拿出作为招牌来打击我们，实际上并不妥当。这2人对名气极为看重，虽有克制，但他们之间必定会有暗斗之心。我们只需添一把火，就可让这2人彼此自乱阵脚。白浩目光一闪，声音也都阴冷下来：“师尊若能委屈一些，可对其中1人恭敬拜见，自认不如。且宣布出去，成就其更高的名声的同时，轻蔑打击另1人，明里暗里的手段，徒儿会去安排。如此一来，一段时间后就可初步看出效果。”白浩说完，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眨了眨眼，觉得让自己假意去向其中1人低头，也不是不能去做。同时，白浩的这番话也让白小纯这里脑海念头百转，浮现出了当初在星空道集宗时的一些事情。还有一策就简单直接了，不过却过于高调，恐怕也会引起更多事情。那就是师尊亲自出马，挑战孙一凡与司马涛，从炼魂、炼灵上将他们正面碾压。只是后患很多，
若能想个办法让他们来挑战师尊，我们处于弱势，绝地反击后才会收获最大。白浩魂眼看师尊那里似乎神色有些恍惚的样子，迟疑了一下，说出了第二个办法。直至他说完，白小纯还沉浸在回忆里，好半晌之后，他才转过神来，目光炯炯，似乎有些兴奋激动的样子。哈哈，好徒儿，你这两个办法都很不错，不过这件事情，为师有更好的办法了。白小纯哈哈一笑，振奋说道。师尊白浩一怔，更是觉得心头一跳，实在是白小纯这里做事的方法，之前的一次次让他觉得有些不大放心。徒儿放心，处理这种事情，为师有经验，你看着就是。白小纯起身，神清气爽，一股强烈的自信在心头弥漫，让他觉得眼前的天空也都晴朗了不少。白小纯不说有经验还好，一说这句话，白浩立刻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有种不妙之感。刚要劝说，白小纯那里已是意气风发，兴冲冲地从储物袋取出一枚传音玉简。哼哼，若论商战，我怕你们啊！当初在星空道集宗，白爷爷我可是天下无敌，这种不打斗只动手段的战斗，我怕过谁？白小纯心下傲然，拿着玉简立刻给远在巨鬼城的周一星传音。他要做的事情需要让周一星去完成，实在是周一星那里他用得很顺手。且周一星体内有自己的禁制，生死在他白小纯一念之间。而之所以来到了葵黄城后，始终没有去联系周一星，是因李峰的死亡。白小纯事后岂能不知，更是知晓了当初那个中型部落的灭亡之事。这里面的意义就让他深思了，略微一思索，他就明白，这是周一星对自己的表态及投名状。可此事让白小纯也警惕很多，于是就把周一星扔在巨鬼城，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用不用。此刻的周一星正在巨鬼城内一处大宅里，面色阴郁，皱着眉头。白小纯离去后，他在巨鬼城内很不顺利，一些平日里对他很是客气的各方势力，如今也随着白小纯的离开，渐渐降温。到了如今，更是对他这里远不如从前。虽不是全部都如此，可还是让他在巨鬼城的势力有些无法扩张，甚至很多事情他做起来也有畏手畏脚。尤其是他的心中对于自己被留在巨鬼城是有些抵触的，他不想在巨鬼城，想要跟着白小纯去葵黄城，只是白小纯走得匆忙，似乎将他忘了，这就让周一星心底很是郁闷。莫非我当初的选择错了吗？周一星时常自问，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只能坚定自己当初的想法，琢磨着再过一段时间，如果白小纯还不联系自己，那么只能去主动联系一下看看。正这么考虑时，忽然的，他的储物袋内传音玉简震动起来，周一星拿出一看，瞬间呼吸急促，他的脑海里随着神识散出，立刻就浮现了白小纯的声音：周一星，速来葵黄城。周一星立刻激动，握住玉简，他连续深吸几口气后，振奋无比，没有任何耽搁，立刻安排一番，直奔传送阵而去。很快的，周一星就通过传送阵到了葵黄城，这还是他首次来到这里，立刻就被这葵黄城的磅礴所震慑。他好半晌才压下内心的震动，按照白小纯的要求去了一间客栈。傍晚时，在这间客栈内，白小纯暗中到来，看到了周一星。主子！周一星立刻起身，向着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内心再次激动，可神色上却摆出一副只要白小纯一句话，自己刀山火海都不皱眉头的模样。我给你足够的冤魂，足够的资源，你去给我将司马涛以及孙一凡的店铺内所有的有他们印记的上品魂药大量买来。白小纯先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后，给了周一星一个储物袋，低沉开口。周一星立刻抬头，神色肃然。他虽刚刚来到葵黄城，可之前葵黄城内围绕白小纯发生的事情，他始终都让人留意，知晓的虽不是最全面，可也大致了解。白小纯一句话，他就明白了对方之意。主子放心，此事一心保证办好。周一星斩钉截铁地说道。白小纯脸上露出笑容，觉得自己果然是御下有方，于是又安慰了几句后，琢磨了一下，将那13色火的配方给了周一星，又指点了一些细节。在巨鬼城时，白小纯就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使得周一星这里早就成为了黄品炼魂师，掌握了12色火的炼制手段。此刻又给了他13色火，且最重要的就是在炼制过程中的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些经验极其宝贵，让周一星这里内心激动，也有感动。虽然有了经验上的指点，并不代表可以成功炼制，但却能让人少走错路。而周一星最看重的是白小纯对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当白小纯承诺说，若是他能掌握了13色火后，会传授自己14色火的经验，他就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果然没错。